延缓眼睛退化该怎么吃？它会让我们身体抗氧化，然后甚至我们的眼睛比较滋润，我们的泪液的成分比较好，干眼症是一个帮助，我们的黄斑部、视神经都是一个帮助，所以我自己每天是有补充的。我们起来做一下眼睛的运动操，那眼睛运动操有分外部肌肉跟内部肌肉。今天邀请到远见眼科张聪吉总院长来告诉大家，只要天天做一个动作，就可以延缓你眼睛衰退的速度，逆转老花眼靠一招，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邀请到的是远见眼科的总院长张院长，你好。哲轩哥你好，琼芳姐你好。是总院长是医师的医师，对啊，很厉害。对，但我们在讲到眼睛的时候，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老花眼。很多人讲说，40岁就老花是正常的吗？是正常的。像我自己本身，我现在已经50岁了，快50岁了。那我40岁的时候就戴渐进多焦眼镜，因为我老花来蛮早，因为我过度用眼。那我那时候看着显微镜，然后或者在做手术的时候，我发现看近的越来越差的时候，哇，我开始戴渐进多焦，所以我自己后来有做雷射。回到源头讲，为什么会老花，就是因为我们眼睛的调节力，我们年轻的时候像一台好的相机一样，可以看得很远，看得很近。可是呢，随着年纪渐长的时候，我们这个调节力变差了，慢慢的变定焦了，不会动了。那不会动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呢就变哇，手机要越拉远，这时候只好再换另外一副眼镜。或者我们常看到有人这样拿上拿下看东西。那等到我们年纪更大的时候，变白内障，因为连镜头都脏掉，不得不换掉了。所以这是个渐进式的过程。那医生有没有哪一些族群比较容易会有老花眼的？每个人都会老花，就连动物都会老花，狗都会老花，但是狗不用看手机，但是我们要看手机，所以我们现在人会比古代人更早老花，因为我们现在有智慧型手机，过度用眼之外，看的字又很小。以前阿公阿妈他们只要看到报纸就好了啊，我们现在一天10个小时在看手机，所以老花来的特别早。是，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延缓甚至是预防老花呢？对，就是把手机拿去丢了，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我们可以偶尔看完之后25分钟休息5分钟，我们起来做一下眼睛的运动操。那眼睛运动操有分外部肌肉跟内部肌肉。外部肌肉是眼睛上下左右转动，但是呢，最重要是内部肌肉，我们看远跟看近的调节，那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像重量训练一样。那我们重量训练的时候，我们会把整个肢体延展到最长，然后再回来，我们眼睛可以把它看到最远的地方，再看到最近的地方，等于是眼睛的重量训练。然后连续来回这样20次之后呢，然后5个循环。就像我们去健身房做重量训练一样，帮眼睛做重量训练，所以这可以强化我们调节的肌肉。可是呢，我们的水晶体的弹性还是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僵硬。那越来越僵，就像我们筋骨越来越僵硬一样。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遮阳不要让紫外线一直晒，让我们的水晶体保持软化。但是最终它还是会老化。那医生，我们也想要请教你吃什么东西可以来保养我们的眼睛呢？这边也帮大家整理出来7大抗氧化护眼的天然食物。那我们先从第一类开始看包括有红心芭乐、奇异果，然后杏仁、大豆，这些是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E。那这些对眼睛有什么好处呢？对，它抗氧化之后呢，其实我们身体会好之外，我们的水晶体呢，它也比较不会氧化，而造成它的弹性疲乏，甚至白内障。那再来是那个 Omega 3的部分有鲑鱼、青鱼、亚麻籽跟核桃，这些食物对我们的眼睛有哪些好处呢？是，这 Omega 3其实我自己每天也会补充的，它会让我们身体抗氧化，然后甚至我们的眼睛比较滋润，我们的泪液的成分比较好，干眼症是一个帮助，我们的黄斑部、视神经都是一个帮助，所以我自己每天是有补充的。那再来就是花青素，然后锌，然后贝塔胡萝卜素，还有叶黄素等等。然后这些食物就包括像是蓝莓葡萄然后锌的话就是牡蛎、南瓜子，那贝塔胡萝卜素就是胡萝卜、菠菜，那最后叶黄素的部分就是有菠菜羽衣甘蓝、南瓜跟蛋黄。对，那花青素呢，我们会建议说在糖尿病的病人身上，因为它是让血液循环的，所以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其实特别适合。然后锌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夜视力，然后贝塔胡萝卜素呢可以预防我们的黄斑部病变，然后最重要的是叶黄素跟玉米黄素，这些其实我自己平常有时候会补充，因为它是我们眼睛的防晒机制，所以我每天都在看显微镜。手术的时候呢，其实我吃的对我们眼睛，我会觉得光线比较柔和，对我们黄斑部也是一个保护的作用。这样，是。当然，我觉得有这么多抗氧化的护眼天然食物但是还是不免如果眼睛真的老化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用手术可以减缓它呢？对，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会降低眼镜度数，用近视跟老花抵消的。所以我们常看到有人是把眼镜拿下来，在捷运上面一堆人都把眼镜拿下来看手机，那其实这是用近视跟老花抵消掉。可是这样拿上拿下太麻烦了，干脆有时候500度近视变成400
度近视这样子，少了100度，反正坐捷运是人家开车，不是我在开。可是这样的状况呢，降了100度近视，我就不能自己开车，所以我变成要备2副眼镜，一副放在车上看远的，一副戴在脸上哦。平常降100度这样看手机，可是这样不方便。那这时候就有渐进多焦眼镜。那渐进多焦眼镜就是上方500度，下方400度，远中近。那它是很方便，可是呢，它旁边是盲区。盲区大陆叫浪区，浪区就是走路的时候会浮浮的哦，不知道上下楼梯的时候觉得怪怪的，常常人家都很快走路，你就慢慢走哦，这样人就像70、80岁老公公那样慢慢走这样子，那怕去踩空哦，这是他不方便的地方，可是他很方便就方便，他只要一副眼镜就好了，度数越轻越容易适应的，度数越高越不容易适应。那另外我们就回到多焦眼镜啊，多焦眼镜它就方便，多焦眼镜那它有缺点，就是说它越来越厚，越来越厚的时候，他眼睛就越来越干。然后人过40岁之后，眼睛本来就更干了，戴这个更干。所以它还是有它的一个困扰存在。是。那我们现在会常常听到老花眼药水调节力突然变强了，然后他看东西，手机突然看得到了。那过3个小时之后没用了，然后说每天吃菠菜这样吃3次，但是这只是有时候忘记吃，手机就看不到了啊。所以有些人困扰说，我常常忘记点，而且它有其他副作用啦，比如说点在近视人身上，它可能比较容易有生活玻璃的问题，所以这就要特别注意这些使用上的一些限制所以基本上它就一直没有办法封禁起来，因为它有非常多的限制存在。老花的度数会持续的加深吗？这眼镜会不会越配越重啊？是，眼睛的调节力越来越下降，所以变手越拉越远。最终我们会差300度。我昨天去吃饭的时候，看我旁边有位朋友，他就备了3只眼镜，都不一样，远中近3只都不一样。所以这副看远，这副看电脑，这副看手机啊，他配渐进多焦不习惯啊，就是很麻烦这样子。那意思刚刚你有提到这个多焦隐形眼镜哦，如果说已经有做过近视雷射的朋友们，是不是就不能去戴这个眼镜？其实还好，还是可以戴，因为大家要说什么，我们会改变我们角膜的曲度啊，让我们没办法戴隐形眼镜，其实还是可以戴的可是你看像我们今天介绍的这4种方法，如果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是接下来怎么办？这些方法其实我自己本身都试过。那我后来为什么选择做雷射？原因是有一次我去东京跑马拉松，那到那边的前一天居然眼镜断掉，我后来花1整天找一副眼镜，又语言不通，好麻烦。然后又有一次我去滑雪的时候呢，那去欧美滑雪，他们嘎狗都很小，所以塞我的眼睛根本塞不下去，搞了半天找了10家店才找到。后来我觉得实在太麻烦了，后来回到台湾我就痛下决心，我要做雷射。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很开心。那像我一朋友，他上次跟我抱怨说，他多焦眼镜配得很棒，4万多块，结果回到家第一天就被他狗咬坏了，狗想想是什么叫钱的味道，那他就只好再配一副，可是配便宜了那可是便宜也要1-2万块，20年下来每2年换一副，那个钱也是很凶的。对啊，他看到我这样子，我说，你现在已经8年都不用戴眼镜了，省下那么多钱。但意思你说便宜的大概1-2万，然后贵的要4万多这样。可是很多长辈说，其实老花眼镜很便宜啊，不是什么有那种100块就有的，10块也有。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落差？没错，其实我也试戴过，那试戴过，其实真的可以，功能上是 OK 的，但是呢，他看东西的时候，一抬起头来就头都很容易晕，而且有时候走路的时候，走路也会跌倒，就是因为他上下楼梯的时候，那个真的是那个浮动感太大，对于上了年纪人真的是很不安全所以基本上我们还不建议乱配这样子是，对，所以老花眼镜的雷射手术，它的价格跟近视雷射手术相比呢，会比较高一些，会高一点，对，会高一些。那为什么？因为它的功能上呢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就是说，老花雷射呢是帮我们做视差而已，就一只眼睛看远，一只眼睛看近。可是呢，这2只眼睛各自为政，所以我们视差也不能超过200度以上，因为超过200度以上的时候，我们大脑会不舒服，会开始打架。所以整个做量，可是我们刚刚说过，我们的老化会到300度，那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以前的医师会建议说，超过45岁以上就不要再做近视雷射了，因为会有老化的问题。那为什么现在可以突破这一层呢？像我们上次做一个曾文成主播，那他60几岁了，他是我们的国宝级播报员，那他60几岁了，他一直在跑三铁。可是他的三铁表都是假的，因为他看不到上面的东西，他远视，他跑了几年三铁，配速和心跳都没用。那做完手术之后，他可以看到他的三铁表，跑起来更厉害，所以还跑得比之前的成绩还好，因为他终于可以配速了，可以知道自己心跳多少了，知道自己速度多少了，他重获新生，知道自己在比什么赛了。他每次都跑完，但是没错，但是他终于知道自己的成绩了。对，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景深的功能。那景深功能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用单眼相机
拍照的时候呢，只有前面这朵花是清楚的，前后都是模糊的，这就是窄的景深。那假如说我们一个长的景深的时候，就变前面的麦克风，还有这个花，还有后面的泽兴哥，全部都是清楚的。那这才是我们真实世界所要的，这叫长的景深啊。新的雷射就可以打出这种景深出来，所以可以更延长。同样做0跟150度。中间终于可以融向了，两边眼睛不再各自为政，然后又可以看得更近，可以让60几岁人一样可以看到手机，可以看到3铁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所以光多这景深出来，就可以让我们一路到60几岁，不用戴老花眼镜接着看手机。是这个是新型跟旧型手术的差别，这样子。对，而且他刚才也有看到建议年纪嘛，在这个建议年纪做，其实它效果会是最好。对，可是如果说真的有需要想要做老花的雷射手术的话，有没有什么事先一定要先知道的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眼睛的健康状况，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好的眼睛，没有白内障啊，然后眼睛的滋润度啊，这些还有眼睛的调节力，还有就是我们的眼睛的黄斑部视神经，这些全部都要是健康的才可以。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心理状况，因为人到中年会有中年危机，男生女生都一样。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说我工作上遭遇困难了，因为我戴着老花眼镜，所以我没办法看近的，没办法干嘛的时候，这时候说先缓缓，因为没办法看近的，那就换一副眼镜就好啦。这绝对不是老花雷射可以帮助你的，因为去除掉老花眼镜之后，他并不会就这样解决他工作上的困扰，不会解决他人生难题。所以我都说这个雷射叫锦上添花，可以让我们健康人、心理健康人可以更好，但是没办法解决现在心理上正遭受他一些挫折的人。所以我有时候当我们处理完这边，我就变成我像心理医师了。那可是我不是心理医师，所以我是眼科医师，所以我们处理眼科的问题，不处理心理问题。所以我就建议他半年1年之后再回来，那时候我们评判说可以做的时候再做。对，有的人可能喜欢说，我40岁的时候，45岁做的时候，我50岁、55岁是不是还要再做一次？因为其实眼睛会老化嘛。对，有这种可能吗？有可能因为就应该是说，我们每个年纪做有每个年纪的最佳甜蜜点。最佳甜蜜点，那也就是说，像我们30岁的时候做，根本不需要留度数。到我们40岁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留一点度数，可是我们不用留太多，因为我们还有自己的调节力。到50岁、60岁的时候做的度数都不一样。比如说40岁的好了，做了视差，好，那还有球差。那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近视，是因为有3种功能：视差加景深加我们自己的调节力。那我们视差紧深呢，到60岁都还会留在我们眼睛上面，可是我们会丧失掉什么？我们自己的调节力。也就是说，我们60岁跟50岁的时候看近的能力会有一点差别，所以我们本来可以95%的时间不用戴眼镜，那后来变80%的时间不用戴眼镜，那还有20%的时间你可能看近距离很小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一个眼镜辅助。所以基本上还是有很大范围可以帮助。所以我们做雷射最重要的是降低对眼镜的依赖，并不是让我们变成超人。我就说你还是普通人，只是降低对眼镜的依赖。那你可以看到蚂蚁在那里爬，但是你看不到蚂蚁有几只脚的，你看到蚂蚁有没有穿鞋子，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回过头来刚刚说那个心理，说每个人工作场景是不一样的，也许有人是钟表师傅，有人是设计雕刻师。在这些工作场域，他们依然需要戴一个眼镜去辅助。可他们脱离这个工作场域之后呢，他们是可以轻松自在过生活。出国旅游是不用戴一大包的隐形眼镜的，然后去外面跑步、去外面游泳、去做瑜伽，是完全不会受到眼镜的束缚的，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为了追求工作上看到非常精细的东西，这是没有办法达到。目前雷射还没有办法达到的。是，不过院长，我们听说做完这个老花雷射手术之后，可能夜间就是晚上的视力是不是会变差？会不会有夜间眩光什么之类的？这有分2个层面。第一个呢，夜间眩光这部分呢，其实夜间眩光术前就有了，只是说大家术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我都会提醒我们的患者，术前请你看一下晚上的灯长什么样，因为平常大家只看路不看灯，我们现在看那个灯泡，它就有点散开来本来就有对，不要术后自己吓自己。那另外呢，因为我们有流度数0跟150度，所以呢150度那只眼睛本身光线就不会太集中，它有点散开来。可是我们大脑是会适应这种事情的，所以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晚上都开高中都开去了，没有受到影响。因为大脑适应了，但是有些人他大脑比较不容易适应呢，他就可以在车上备一副眼镜，0跟150度的备着。可是我们发现大概只有10%需要，然后这10%过了半年之后，又发现自己
又习惯了，又不需要了，所以这是可以被习惯的。其实像我这种做过近视雷射手术的，那可以，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可以做老花的雷射手术。对，这是非常多的，因为哲兴哥已经享受了过去这10几年来不用戴眼镜，太开心了。那就要非常严格审视说我们的伤口的状况、角膜现在的形态，还有角膜到底规不规则，每个修法都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的强项了。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硬做，所以其实这个推荐率更高，推荐到70%。所以基本上要可以做，我们再做，确实对它有帮助，而且要最安全的方式下来做，要100%安全才可以做。那意思，如果我们现在做老花雷射手术，然后过几年未来还可以再去做白内障手术对，这也是非常多人担心对。可以做，而且呢，因为它景深已经在我们的角膜上面了，所以基本上呢，我们选择水晶体呢，有些人就可以直接选择单焦点就好了，因为它已经有景深延长效果，已经把多焦的功能加在上面了。我们的选择上不会受限，而且更宽广。如果真的做完老花雷射手术，后来发现自己不适应，会有这种事情吗？其实最常见的是视差的不适应，也就是我们术前就要先把这些人给筛选掉。那大概有3%人会不太适应视差，曾经修过一个0跟150度修回到0跟100度，他又超开心的了所以这是可逆的，这是可以被修的。那所以只要再把度数微调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就是说，有些人是他做完之后，他觉得，我看近的想要再更好一点点，那我们就可以再微调，或他远的想要再更好一点，再微调，这些是蛮常见的。所以因为我们伤口都在那边，我们打开旧的伤口不会有新的危险性，因为现在都用飞秒切割，都很精细，所以基本上就不会有新的危险，就是微调度数而已。如果现在有人很想要去改善他老花的问题他就想要做雷射，可他听到雷射这2个字，他就有点觉得还是有点没办法跨越那个心理障碍。那你会给他什么建议？是没错，其实我们的退货率到40%因为我们都要确保这个人是最安全的，而且术后他一定会开心的所以基本上像我这边做过太多医师，我做过500多个医师，业内大家最容易打听到大家的名声嘛。那另外我还做蔡司高层的，让家属都是我做的。他们有一位台湾区的总经理，然后还有是现在全球的那个销售总监，他们都看过全世界那么多医师了，然后还是带来台湾给我做，他们家属所以基本上我们算是口碑还不错啦，因为我很多朋友一直问我，那他说到底什么时候要做？我说等你的痛点超过焦虑点，因为你现在认识我，你认识我说你的焦虑点可能会慢慢降低，可是呢，焦虑点绝对不可能归零。比如说你跟我一样去跑马拉松的时候眼睛断掉，滑雪的时候眼镜都根本没办法塞进去的时候，那时候痛点的累积超过你焦虑点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缘分就到了，你那时候就会来了。那我们就会帮你严格审慎的去评估你的眼睛到底适不适合做，那一定让你安全下妆这样子。是，无论是这个眼睛的白内障手术，或者是老花的雷射手术，所以最后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医师。对，今天非常感谢总院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谢院长，谢谢陈红姐，谢谢。